天轮。是开天轮，快退！速去禀报修罗王，夜魔大人回来了，神女有救了。幻天经。 没想到吧，大人。大人，你是天人境圣子，有无穷的力量，你的躯体最适合我了。干嘛便宜了一阙阴阳？一开始，你就在算计。如果神女被我错杀，我就不会出生。一阙阴阳无法复活，你就可以继续做你自己。没错。如果我不杀，你就会用幻天经扰动他气脉。 而我为了救他，定会开天轮，以便你夺舍。正确。在天人境，我会恢复力量，所以你让我在飘零梅院吸收花草散发出来的毒气，以压制我的功力。这样，即便到了天人境，方才那一击，也杀不了你。哼，唐丽慈，你输了。 我还是要感谢你，若不是你，我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，我的母亲一直爱着我。一个拥有7情的天人境圣子。 一副完美的天人体，我终于得到了。你我合一，我们就能成为新的一阙阴阳。幻天经，造逆天轮。为此，绝不可能成为一阙阴阳。我是龙羽之子，真正的天人。鬼牡丹，你妄图以弑母作为赌注，逼我开天轮进行夺舍，你真的激怒我了。 你的功力恢复了，没错。如今我是完整的天人体，你夺不走。你不是妄图拥有人类的情感，那我就让你如愿以偿。开天轮。 相信自己，你不会杀我。杀戮就是你的天性，这才是你的本能。我根本就不是唐离子，我也不是这周之楼的人。放手啊！这个怪物，用金和魔物无效，居然躲着。 过不去！没有事，我只是想救公子。收起你的词，我是个怪人。唐母是被创造出来杀了。可你关心池云，关心大家，关心我。可是方舟并没有教如何去爱一个人。
这就是情。你醒了。你的样子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。记住，母亲爱你。母亲，由罪恶铸成的通天柱，不该存在于世。八部龙火是非天。一去阴阳，青铜树一毁，你要如何复生？孩子，替我看看外面的星空，记住，母亲爱你。母亲，阿谁算到公子能赢下这一局，公子却没算到阿谁会先一步不辞而别。那鬼牡丹以傀儡之身，意图借青铜树之力引导一阙阴阳重新临世。阿谁将真正的第三颗药藏了起来，并将体内的坠天石碎片融于药中。这一次，总算是阿谁比公子多算了一步。阿谁想起了自己的名字，找回了自己的来处，却也误解、欺骗了公子。阿谁又无法再面对公子，唯独希望我离开后，公子别再害怕被别人理解。你不喜欢解释自己，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你，信任你，所有人都误会你，你也无所谓。我原来以为这是一种傲慢，但后来我才知道，你只是害怕，你怕自己不值得被
被理解不是一件坏事，这是阿水对公子的最后一次劝解。路到尽头还是要放下。公子，余生无人。好，就去一个没有唐离辞的地方，过只属于阿水的日子。捷报！中原剑会客尊唐立辞，单枪匹马深入敌境，一举捣毁风流殿老巢，诛灭幕后黑手鬼牡丹。神机堂的弟兄们都瞧见了吧？那青铜树倒塌之时，地裂山崩，火光飞现呐！先是修筑牡丹楼，再是飘零梅院，从大本营到老巢，接连被我们击破。风流殿再无死灰复燃的可能了。对呀，我们对战了这么久，终于胜利了！大快人心啊！乐观是好事，但唐公子与去找他的池少侠，神机堂可有打探到他们的下落？哎，这个菩提谷地形太复杂了，而且我们这回驻扎的比较远，这只能看到大概的动向。他们要是运气好的话，能够在山崩之前逃出来；要是运气不好的话，你就别再往坏处想了。哎，我这现在大家好不容易能够松口气，依我看，唐公子下落不明之事，就暂缓公开吧。1、2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不要认为我们胜利了就可以懈怠。眼下还有风流殿余孽未清，今后的武林还要靠你们来维护秩序。公主，大家先散了吧。古西坛见过公主。我师傅呢？他在哪儿？少剑主在青阳洞天。公主，请问你刺伤唐公子的时候，是清醒的吗？你想相信我吗？我想相信钟女强。自恩师托付邵某剑会重任以来，10年生息，不一却阴阳之创；10年养心，待雷霆手段重塑江湖格局。邵某等此人已等了10年。师傅，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里？我在看好云山的山色。以前剑会事务繁忙，竟不知还有这么好的山色。人呢，只有停下来，才会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东西。我听说池云和沈大哥去找唐公子了。唐公子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前辈，我师傅这是怎么了？他接刀成疾，本就损耗了很大心血，再加上好云山一战内伤严重，本就不应该再劳心力，必须要静养。现在好了，伤及心脉，你再这样下去，就要活不过唐立辞了。有那么严重吗？看来一停下来发现的，可不只是好云山的山色。师傅，你多听前辈的劝吧。邵剑主，哎呦，你瞧瞧你，你伤势未愈呢，怎么还跑到邵某这儿凑热闹了？哎呀，起码现在我还能站着呢。哎，
我不过就受了这么一点点的伤，差点就要死的这么一点点伤，半个月都还没好，风流殿都灭了，也不知道你还一天天瞎忙什么。有些话不得不说，水前辈，水姑娘，春儿，我跟程道主和蒲珠先生想私底下说2句话。少剑主请中原剑会诸位长老及堂主前往青阳洞天，有要事相应。今日少某召集诸位来此，是想告知诸位一件事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少某决意卸下中原剑会主理剑主一职。如今风流殿已毁，但恐有残余势力作乱，急需强硬手段除恶务尽。少某残躯不堪重负，还请诸位另推新位之主。少剑主，中原剑会还需要您的领导，三思啊！少剑主三思，三思啊！请诸位放心，我与蒲珠先生和程道主都商议过了，这2个月就由程道主代理剑主之责，推举之事还有时间，可慢慢考量。少剑主心中可有心仪的接任对象？这历届剑主都不是由原剑主任命的，是由诸位推荐的。少剑主，是所有人都可以推举吗？当然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被推举的对象，关键在于赢得剑会与众人的认可。不过，若有匡扶武林之功绩，自然更佳。少剑主，奴家想举荐自己。啥？西方姑娘，你才刚入剑会，奴家确实初来乍到，不甚了解。敢问少剑主，竞逐剑主之位可是需要资历？据奴家了解，唐公子来剑会也不比奴家早多少。对剑会绝功之伟的唐公子，难道也没有竞逐剑主之位的资格吗？既然姑娘对剑会不甚了解，又何必托大竞逐剑主？一时不了解，不代表永远不了解。况且奴家如今也是剑会之人。竞逐剑主之位，的确不需要资历，但仍然需要诸位剑主与上下弟子的同意才行。多谢少剑主，我只需要知道我有资格竞逐剑主之位就够了。至于诸位能否同意，那就是奴家自己的事。西方姑娘入主中原剑会，颇有些锐意进取之范。姑娘与少某相交不深。蒲珠先生，你作为引荐者，以为如何？奴家之事，又何须劳烦蒲珠先生？先生不过是奴家的指路人。奴家在剑会所行之路，也不一定要完全依托于先生。奴家知道，少剑主与程岛主有疑虑，奴家出身风流殿，有疑虑是应当的。奴家只说2件事：第一，在场的诸位当中，除了程岛主和蒲珠先生以外，当属奴家的武功最高。第二，风流殿虽败，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没有人比奴家更了解风流殿，所以，在剿灭风流殿之前，奴家是最合适暂任剑主之位的人。暂任？什么意思？奴家在此立誓，半载之内，进剿风流殿。在此之后，奴家愿意退位，让剑会重新推举剑主。为什么？西方姑娘是想在这半载之期完成什么心愿？奴家自知罪孽深重，竞选剑主之位，
并不是奴家所要，而是不得已为之。若想要赎罪，只有剿灭风流殿这一条路。既然如此，西方姑娘何必当剑主呢？攻打风流殿时，身先士卒不就够了？诸位，本宫自觉亦能竞选剑主之位。公主，领导剑会，绝非易事。当然，我不是看不起公主的能力，只是连普珠先生和程岛主都无意接任，可见奴家还是建议钟姑娘安心做朝廷公主。但本宫是我师父唯一的弟子，是善丰堂堂主。8岁起就开始在师父身边，日日观察如何管理剑会，处理的剑会事务，比你在风流殿时杀过的武林同道多。西方姑娘一个刚加入的外人，都能舔着脸来竞选，本宫身为善丰堂堂主，反倒成为最没有资格的人了。哦，看来公主这么快就当腻了公主。赵剑主，唐公子，唐公子，不知唐某是否有这个资格？唐公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的伤势无碍，唐某已经痊愈，只是邵剑主看上去似乎不是很好。唐某斗胆竞逐中原剑会剑主一职，还请诸位多多支持。